王石乘机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大运望千里，权杖逢轮送我情。说完了4期王石和万科的风云往事，今天这期咱们聊点轻松的，聊一聊王石和田朴珺的故事，看看这俩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是怎么混到一块儿去的。王石又是怎么从一个站在山顶的霸道总裁，变成一个老婆背后低眉顺眼的小老头的？时间拨回到2010年前后，那几年是中国房地产最耀眼的黄金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刚被一剂4万亿猛药强行拉起，全国楼市绝地反弹，房价飞天，建筑和土木工程成了大学里的热门专业。一群曾经灰头土脸的包工头摇身一变，站上百富榜，掌握着商业话语权。但王石跟他们不一样，至少他认为自己不一样。在一众满身铜锈、张口闭口拿地开盘回款的地产老板里，王石显得格外高级。他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大学生，读着大卫·科波菲尔长大，口中谈的是企业治理、社会责任。他不爱喝酒，爱登山，不爱夜总会，爱写书。在他心里，自己不是暴发户，而是企业家，是公众人物。王石说过一段颇有自省意味的话。他查过族谱，发现家族祖上没出过什么真正的人物，无非是几个地主老财，一有点钱就修坟娶小老婆。作为一个低级趣味很少而精神追求很高的人，王石早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重复祖宗的漏操作。今天网上对王石的评价常常被简化成一句话：靠老丈人起家。但在那个遍地机会的年代，这不算什么污点。毕竟有背景的女婿成百上千，可把企业做到第一的只有王石一个。而且王石也不是个安分的女婿，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才是他的志向。回头看王石的创业史，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努力证明2件事：第一，离开体制也能成功。他本可以沿着老丈人的路径稳稳当当走仕途，却偏偏南下深圳办公司。第二，不拿股份也能控制公司。万科改制时，他放弃了合法应得的股份，转而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而这2件反常识的事情，在当时都被他做成了。到2010年，万科已连续多年稳居行业第一。在那个家族企业当道的年代，万科财务干净，分红稳定，管理透明，是中国最像现代企业的公司。王石本人也早已超越普通老板的范畴，成为一种象征，一个不贪不俗不土的企业家偶像。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王石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名声，却始终没能在另一个维度上确认自己的成功。王石的原配妻子王江穗堪称他创业路上的隐形天使。王石当年倒卖机饲料巨亏，是他撑住后方，给他吃下定心丸，更不用说老丈人的资源和提携了。王石后来也承认，没有他，万科活不过前3年。可当企业上市规模膨胀，王石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家庭却逐渐退到了他生活的边缘。到了2000年代，他宁愿把时间花在登山、出书、演讲上，也很少回家。夫妻长期分居，感情自然越来越冷。2006年，王江穗在美国看女儿，出了车祸，左眼几乎失明。就这样，王石也没抽出时间去看望陪伴妻子。更尴尬的是，2007年，王江穗买卖万科股票，王石竟为提前报备而被深交所批评。这件事金额不大，却极其刺眼。他不仅直接击中了王石最在意的东西——声誉，也让外界第一次看清这位硬汉的私人生活早已与家庭脱节。2010年，59岁的王石第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站在世界之巅，他几乎站在了人生的最高点。事业成功，企业登顶，公众形象光鲜，在商界和公共领域都拥有话语权。但下山途中，意外发生了。王石突然短暂失明，不是永久性的，却足够惊心动魄。一个习惯了网上看的人，在最接近天空的地方，忽然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事儿后来很少被提起，但它像一道裂缝，悄悄通往王石人生的另一面：家庭失败，与妻子女儿关系淡漠疏离，事业高峰之上，他的脚下却是空的。人没了家庭，一切都变得虚无起来。在房地产的江湖里，他功成名就，已经无法再往上走，而退下来又无处可去。
甚至连万科似乎也不再需要它，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符号挂在墙上。他早已离开业务一线，而公司还是照旧运转。王石的宇宙看似圆满，其实还缺了一块拼图。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大学课堂、公益论坛和精英沙龙中。他在寻找的不是下一个项目，而是拿掉成功企业家标签后，在私人层面需要被仰望的方式。就在此时，那阵岸上的踏歌声开始隐约传来，王的春天悄然来临。这阵撩人的踏歌声是从冯仑那儿传过来的。冯仑是地产圈的传奇老油子，他当年和潘石屹等人凭3万元在海南炒房发家，并成功逃顶，嗅觉极为灵敏。他有点文艺追求，写过一本书叫《野蛮生长》，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论断：凡是男性企业家开始追逐女明星，这家企业就离死亡不远了。2008年，冯仑组了个团去古巴哈瓦那考察，同行的除了王石、潘石屹等地产大佬外，还有一位身份模糊的姑娘，27岁的田朴珺。此时的她对外身份是地产顾问，其实是在演艺圈混迹多年，急于寻找新赛道的18线小演员。对于当时正处于老夫聊发少年狂阶段的王石来说，田朴珺的出现简直是命运的精准投喂。在哈瓦那的异国情调里，田朴珺没有沉醉于红酒雪茄，而是表现得像个充满好奇心的学生。他主动帮王石拍照、拎东西，一路释放着极高的情绪价值。作为商界领袖，王石身边不缺崇拜者，也不缺美女，但他的方式居然让王石很受用。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孩不仅年轻漂亮，英语还溜，不仅会向他请教房地产问题，还能跟他聊大卫·科波菲尔。这种有脑子的贴身崇拜，瞬间填补了王石心中那个渴望被私人仰望的黑洞。很多人说田朴珺是钓到了王石，但翻开田小姐的奋斗史，会发现，为了能在这场高端旅行中偶遇着王石，她已经在名利场边缘的丛林中徒手搏斗了很久。田朴珺的世界其实挺荒凉的。1981年，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与王石那个有背景的岳家不同，田朴珺家里没有电梯，她是独生女，却在重男轻女的阴影下长大。10岁那年，她亲耳听到父亲说做梦都想要个儿子，这让她当场大哭，也从此在心里种下了一颗必须出人头地的种子，我这辈子要比男人强。为了这个目标，她活得极其用力，甚至不择手段。2003年，当王石第一次站上珠峰之巅俯瞰众生时，22岁的田朴珺正因为旷课街拍广告，被中央戏剧学院高职班勒令退学。没了学历，他一头扎进香港演艺圈，取艺名卓云，成了港片里的性感符号。那几年，他为了出位，可以上男人装，胸蹭梁朝伟，甚至强吻八角。从2002年到2006年，他的尺度一路升级，从三更之饺子中与影帝梁家辉的贴身肉搏，到魔鬼天使的被强戏码，卓云几乎成了肉弹的代名词。他甚至曾放言自己不抗拒接拍分级片，不过要看导演、剧本和对手。这种肉弹式的搏出位是他当时唯一能拿出来的筹码。但折腾了几年，他依然只是个片酬10万、无人问津的小龙套。田小姐很快意识到娱乐圈不是她的主场，于是2006年，她决定放弃死磕，回内地再谋出路。很快，她通过朋友引荐，开始做烂尾楼收购项目，说白了就是房产中介，帮小开发商找便宜货。2006年，田朴珺下血本10多万元杀进长江商学院传媒短期班，目的很明确，洗掉身上的肉弹气，换上一身职业装。传说他彻夜研究每位有价值的同学，用课堂、小组作业和课后饭局快速建立资源交换网，果然结识了汤臣集团邵东家、汤子家，网传2人一度出双入对。这段绯闻尽管不了了之，但也不是一无所获。通过汤子家，他结识了咖位更大的冯仑，于是多年来的野蛮生长有了回报，他挤进了旅行团，坐到了王石的旁边。2011年，王石去哈佛游学，田朴珺也恰到好处地出现在纽约。在田小姐后来广为流传的5顿饭定情故事里，前3顿王石都以没带钱为由让田小姐买单，田小姐当场发飙：“你太没诚意了。”到了第5顿，王石亲手炖了一锅后来传遍全网的笨笨红烧肉。这段故事后来被田小姐写进专栏，
成了她独立女性的勋章。在她那套逻辑自洽的闭环里，搞定王石也是一种个人奋斗的结果。她认为自己苦熬那么多年才拿到了这份战利品，这难道不是一种奋斗吗？于是发誓一定要比男人强的田朴珺与发誓绝不娶小老婆的王石宿命般地走在了一起。王的春天确实来了，但这场春天的代价是王石积攒了30年的硬汉口碑，正随着红烧肉的香气在舆论场里一点点变得油腻起来。2012年，那一锅笨笨红烧肉在网上搅起满城风雨，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企业家和一个性感形象示人的小明星，反差太大，老房子着火一时成了笑谈。搭上了王石，田朴珺几乎原地飞升。2012年末，王石与王姜穗正式离婚，几乎同时，田朴珺从纽约游学归来，直接从18线小龙套变身电影《中国合伙人》的联合制片人，影片大卖5.4亿元。他的名字第一次与成功绑在了一起。2013年，他开始在智足 GQ 杂志开专栏，笔下的人物是褚时健、陈可辛，文章里充斥着闺蜜、朋友、饭局和私下故事。2014年，他又转身成为纪录片导演，自导自演《谢谢你》系列，镜头对准欧洲老钱家族、国际政要和精英圈层，试图构建一幅真正的上流社会图景。但公众的反应远没有他想象中热烈。中国合伙人被吐槽为挂名制片蹭热度，与褚时健的合影被当事人一句给王石面子轻描淡写带过。我的男闺蜜，你不知道的陈可辛更是被陈导本人公开打脸否认。纪录片播放量惨淡，广告乏人问津，评分徘徊在3分上下。他精心编织的精英日常被网友总结成一句话：王石的通讯录。而公众的注意力也始终无法从他与王石的关系上移开。大量扒皮帖开始出现，过往履历被逐帧回放，连他在《甄嬛传》中出演的小配角也被质疑带资进组。2014年，田朴珺写了一本书，叫《习惯就好》，公开表达自己对舆论的不习惯。在书中，他试图把自己的人生重新剪辑成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脚本，住过地下室，吃过泡面，在纽约靠打3份工读完电影学院。他一边反复强调自己从未向王石伸手要钱，一边又写下与 W 先生的故事，以及与洛克菲勒家族的下午茶。这套叙事又被网友概括为一句话：独立宣言，靠男朋友背书。外界总觉得田朴珺是在套王石的资源，但如果仔细观察那几年的细节，会发现田朴珺的每一次出位都有王石助推。中国合伙人的联合出品机会源于王石的圈层，谢谢你的嘉宾名单多是他30年积累的人脉，就连出版社也坦言，他的名字能出书，只因他是王石的女友。王石甚至亲自带他出席阿拉善 C 亚布力论坛，将他引荐给柳传志、马云等商界领袖。所以，当田小姐大声宣布我发誓这辈子不靠男人时，可能王石并没有感到被冒犯，他正是这场独立女性人设的共谋者。第一段婚姻的失败让他渴望一种新型关系，不是贤内助，也不是花瓶，而是一个既崇拜他又能与他并肩折腾的灵魂伴侣。他把对家庭的亏欠投射到他身上，希望通过他的成功证明自己在私人生活中同样是赢家。于是田朴珺越独立，越能印证他的眼光，他越优秀，越能洗刷地主老财娶小老婆的家族阴影。但这种逻辑在田小姐用力过猛的表演下却显得荒诞无比。王石毫不吝惜地给他资源，但他却带着王石的通讯录去演上流生活，公众看到的不是奋斗，而是特权。他用王石的资源证明我不靠男人，舆论回敬，你的一切都写着王石的名字。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名为独立的幻觉。然而，现实从来不会因为幻觉就手下留情。正当王石沉浸在这种第二人生的养成快感中，享受着田小姐带给他的年轻气息和崇拜目光时，万科的门口野蛮人的敲门声已经响起。那一刻，王石才猛然发现，他悉心培育的这朵独立之花正在吸干他赖以生存的公众土壤。2015年6月，野蛮人姚振华敲响万科大门时，没人想到这场商战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王石正处于人生最撕裂的时刻，在前台，
他要为了万科的控制权与资本贴身肉搏，在后方，他的软肋正被全网围观。当王石在股东大会上慷慨陈词时，田小姐正忙着在后方展示她学费99万的贵族学院。她在专栏里抱怨中国缺礼仪，大谈英国贵族的 WiFi 密码要写在纸上。这种巨大的阶层傲慢与大众同情心之间割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2016年6月27日，万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一名小股东当场对王石说：“我做空过万科的股票，就是王石先生跟田小姐在一起的时候。”王石回了一句：“你是嫉妒我跟田小姐在一起吧？”“不，我是怕你分心。”这段对话被直播到了全网。王石，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商界领袖，在那一刻活脱脱变成了一个为私情而乱了分寸的普通男人。随后，自媒体上一篇题为“田朴珺聊汉往事”的文章刷屏，称他1分钱没交拿下万科某1线城市绝版豪宅项目整层，随后转手倒卖获利数千万，又指其牵线东南亚开发商将地块高价出售给万科，从中收取巨额中介费。而他名下的北京九阳盛和科技有限公司又被爆出注册资本仅10万元，销售额却达1437亿元。尽管这些事情捕风捉影，经不起推敲，但公众已将它视为王石私德失守的象征。对王石而言，伤害不在于真假，而在于他一生倡导去人格化治理，却在关键时刻暴露了自己亲手培养的软肋。田朴珺的每一次声援都在提醒公众，这位职业经理人之父终究活成了自己反对的样子，一个不务正业、出轨女明星的油腻土老板。小股东们要求王石鞠躬道歉，理由之一就是沟通傲慢、私人关系影响公司治理，而更多的吃瓜群众则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你们这双贵族男女怎么被草根出身的野蛮人拉下台。2017年，王石正式退出万科董事会。2018年，他与田朴珺低调结婚，那一刻，王石宇宙已悄然坍缩，从全球商业领袖退守私生活的小圈子。但时代并未给他喘息之机。2021年起，房地产黄金时代终结，万科股价腰斩，债务暴雷，他一生心血缔造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声誉扫地。而王石，这位昔日的教父，也陷在万科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就在此时，关于田朴珺的传闻开始变味。有人说他嫌弃王石老了、穷了；有人说他暗中转移资产，甚至传出离婚协议已在起草。尽管双方从未回应，但舆论场已默认，当王石失去权力，田朴珺的独立便不再需要伪装。可真相或许更荒凉，他从未真正独立，他也从未真正放手。他们的关系早已从养成游戏变成共生困境，他困在王石女友的标签里无法脱身，他困在晚节不保的阴影中无力自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逻辑发生了一场隐秘而彻底的重构。过去大家说田朴珺傍大佬，现在大家开始议论王石老了、失败了、没钱了。那个曾经在幕后坐镇的王，如今成了田小姐短视频里配合演戏的老王。尽管人脉仍在，但在大众眼里，他已经从一个改变世界的男人缩影成了田朴珺镜头里的背景板。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2023年，当王石宣布放弃1000万退休金时，田小姐在社交媒体上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没事，老王我养你。”网上开始3番5次的炒作两人离婚的传闻，在大众潜意识里，失去光环的王石似乎已经不再具备被田小姐投资的价值。他亲手向公众打开的私生活，如今反而映衬出他落寞的背影。回到冯仑那句话，企业家追求女明星必死。企业家需要全神贯注冲业绩拼现金流，女明星则自带高曝光高消费，两者时间和情绪成本都极端昂贵，这相当于拿企业现金流去买奢侈品，后期维护费用会迅速超出能力圈。这论断一语成谶。王石亲手打造了自己宇宙的最后一块拼图，但当这块拼图合拢，画面中心不是那个俯瞰众生的登山英雄，而是一个在流量时代里努力配合着妻子演好独立女性背后男人角色的小老头。这或许就是英雄暮年最真实的底色。你曾经征服了世界，最后却被世界的一块碎片严丝合缝地改写了结局。